我吗？我这个人呢，我是全部都要知道，手机密码，而且那个银行密码、email 密码，然后银行密码，所有东西我都要知道。每一个前女友的生日，每一个前女友的都必须要掌握。对。到那天从早上开始观察他。每一个前女友的生日那天早晨开始观察他。对啊。 看他想不起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早上起来要问一下。我觉得我简直太单纯了。你都告诉你老婆了。那你们处在反方的位置上，而且是领先优势，谁先说？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应不应该看伴侣的手机？我们当然是不应该看。你去查看这个动作，就证明你很在乎，你很爱他。什么东西你才会在乎？你才会精心的去揣测，你才会去做呢？ 美特斯邦威打折了，我会去看一下，为我省了多少钱。美特斯邦威上新货了，我会知道说是哪一个款式适合我。我不是让大家不要去在乎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要让大家在乎的比较有尊严一点。偷看手机这么 low 的行为，遗忘姐会吗？哎，她会。你们会吗？能不能不要好好的人不要去做，要做一只缉毒犬，每天在秀说啊，这是东北的玛丽的头发啊，那是台北的 Mary 的香水，能不能活得高尚一点？能不能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，或者做一个安静的女神呢？谢谢大家。我觉得这是他对你直接的攻击。我觉得他直接的羞辱。对，直接就攻击。你的答案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我会看呐，我正大光明的看不行，我没有偷看。偷只是看的手段。对，我们讨论的是。我没有偷。 算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另外我问一下，这个美特斯邦威除了赞助冠名之外，是不是给每个选手都发钱了？没有，就给他发钱了，就给他发钱了，钱不吗？我们抽一半。好，要小心哦。正方，你们两位女神女侠，我来。为什么每次起来都要调裤子？哦，因为裤子有点。 听口音不像本地人啊！我是正宗的上海女侠呢。我觉得记者细说的这件事情啊，正好反映了我方观点啊。哎，我怎么会讲这么官方的话？说明什么？就是爱。为什么要看对方的手机？因为爱。我们大爱一家，是个爱。我们不是为了要查小三啊。 凭什么你以为我们查电话就是为了整天像这个鸡毛蒜皮的等着？哎，我老公什么时候出轨？我老公什么时候出轨？我老公什么时候还没出轨？我不满意。你以为我们这么傻呀？我们是有智商的好不好？为什么要看对方的手机？因为爱。呸！你在容我？我当然，我你感冒了吗？立场很明显。我是很中立的，我刚才纯属是嘴里有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真的很爱对方，我们非常想知道他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。 我们为什么关心他呢？比如说，我老公1个月已经没碰过我了，我好担心。为什么？不用去买情趣内衣，不用送这种东西，看他的手机，哦，原来有点暗毛病，那怎么办？我偷偷去找个老中医，拿点药回来放到他的汤里，毛病马上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要给老公留面子。老公这种话他说不出口，我说不出口，我会写在我手机里吗？当然会呀。感谢你，主持人都我会在记事本里写出昨天。你的朋友说不定会跟你说，他会跟他的男性朋友说，我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而且说不定他的爸爸妈妈缺钱，家里发生了大事，他不好意思跟我开口，我看到了，我给他爸爸妈妈汇去了10万块钱，我是一个好老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 我的老公最近心里边很想知道我这个月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礼物，他很苦恼。情人节要到，这个节那个节要到了，不用苦恼，老公，我告诉你我要什么钱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再这样子，我们做个现场测试啊，现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起测试，我们扪心自问，大家拍着良心回答，拍着良心啊。 啊，今天说了，谁要是回答错的，为了假话说的话，回去天打雷劈啊！看过你对方，不能举手。 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看过对方，觉得骗子，根本没有对象。跟我一样没有伴侣。我举对吗？那些没有举手的，我想问你们心里难道从来没有1秒钟看到这个手机放这里，我想看一眼的有没有？举手。有，举手。还有，到底有没有疑虑？不是，我在问大家，你到底是不是
心里面有过一丝想过，我想看一眼，但是我拒绝了，有没有过？所以还是都有产生过想看的想法是吧？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？看呀，哎呀，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本能？看呀。在你年轻的时候，我还想偷看你洗澡过。哎，看呀！后来我压抑了，我不知道就可以了呀，你唱好了。但是最后我压抑了，是因为我不想做这么 low 的事情。啊，不 low 不 low 啊！这个大学都发生过这种事情，什么男人都发生过，没事的。我想问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真的从来没有看过，也没有这一丝想法的人，有没有？你不爱你女朋友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根本不关心她的点点滴滴，你不关心她到底有没有在外面出轨，你根本不关心她是不是关心你，你根本也不关心她爱不爱你，因为你不爱她，懂不懂？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谢谢大家。非常好，这个范甜甜说完了之后。正方从刚才的33票变成了54票，21票、22票。在座的这2位都是刷票机。刷票机。好，来，哦，还是我。想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不好意思开口的东西，不是只有隐疾的，男生们，对不对？你们的电脑里、硬盘里。你们的文章、你们的图片、你们的视频，我们有一些事情，不要说兄弟不行，最好的朋友不行，父母不行，女朋友不行，我要在你心中留下一个我的底线，你明白吗？过去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日记本里，所以日记本我们不能看。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写他家里面的事情，我们不能看。这位仁兄，咱们说的还是偷看手机的那个。没错。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手机里，我们不能看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空间，是你绝对不能侵犯的。回来了 ，OK。好，你就最后这一句话，好像跟今天有点关系啊。你请坐吧。哎呀，好，马薇薇。费那么大劲讲俩字儿，叫隐私。OK， 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隐私权。可是什么叫伴侣？就是你我既然相爱，从此再无疆界，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权利。也请你为我放弃一切权利。当时我看到说，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像一条缉毒犬呢。可是爱一个人就是低到尘埃里，别说缉毒犬，草履虫我都愿意做，草履虫我都愿意做，草履虫我都愿意做。你跟我讲隐私，你就是把我当成别人。结婚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无论健康还是残废，我们永远都共享一切。你上厕所，我给你递手纸的时候，你不跟我讲隐私；看你一下手机，你给我讲隐私。人家说，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肋骨，你跟你的器官讲隐私。最后，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方的观点：世界上有一个我，世界上有一个你，我们把彼此都打破，加了水，加了泥，和在一起，重塑一个我，重塑一个你，从此你泥中有了我，我泥中有了你，请把你的手机交给我。这话题太好了，你们刚好是按男女分的。对，我提醒一下反方，不要跟你的肋骨说对了。艾丽，即使是我的肋骨，他也可能不知道我的大腿外侧所发生的事情。
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基本的隐私权。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，我想说的是，爱是什么？爱的第一点，最关键的一点是信任。一个天天看别人手机的人，缺的是什么？3个字儿：安全感。刚才有一些朋友举手了，就是看过手机人举手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你们真的有看过的话，之后一般是什么情景？是2个人开开心心的继续呢，还是说多多少少的有一些拌嘴，有一些吵架？为什么说我特别反对看手机，包括看短信呢？还有一个特别关键内容啊，就是我们一个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，有60%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语音语调去传递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今天的话脖子有点不太舒服，然后女同事发过来4个字，哎，你脖子怎么样了？哎，我念的时候很正常，但是如果说我的女朋友去念的时候，她会加上她的妒忌心，还会加上一点点的语气，她就会变成艾丽，你脖子怎么样了？艾丽，你脖子怎么样了？对，啊，同时有点错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可能是一件很平常、很普通的事情，但看完了之后，就是件解释不清的事情了。而第2点，我还想特别说啊，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期待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之后，这个人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比如说，本来这个男生挺好的，但是你老查，最后男生的话就有感觉就是，我的天，你老查什么都查不到，干脆我真出点事让你查到算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个想法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你就大胆的放心去爱，信任他。如果你要天天的去看他手机，累得要死，我建议你早点换个人吧，否则的话，这一辈子就是在无限的不信任、彷徨与蹉跎当中度过。非常感谢，谢谢。甜甜反驳。很简单的是，我们中国有一些传统的语言啊，是很有讲究的。就上场的时候，我想讲没有讲完，叫什么？男人靠得住，女人上树。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有鬼，我也不相信男人这张嘴。我今天就在这儿给你站着，给你证明一个能靠得住的男的。我不能因为你一个男生伤害了你，让失去了所有男性的我想问你，艾丽，我既然已经爱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范甜甜可以为你付出生命，谢谢。你却连一个手机都不让我看，你觉得公平吗？我认为没有意义。我对你的要求没有，你可以不赚钱，你可以贫穷，你可以生病，你全家可以烟火，我都没关系，我只想看看你的手机。没有，而且一个手机的密码4个字，换取一个安全感，送给你的女朋友，如果多容易的事情，你也不肯做，你不懂爱。你不我想说一下。谢。哎，一句话，2位团长，让我说一句话可以吗？不是声音大，不是声音大就有道理。没错，不是声音大就有道理，不是能喊我们就要相信他。如果说社会的所有的声音只是因为谁发的声音大，我们就听他的，那这个社会就完了。我们是一个有隐私权、彼此尊重的社会。马薇薇，艾丽刚才的发言3个字：安全感。对，女人要有安全感。我劝艾丽也3个字：责任感。男生要有责任感。我相信在场很多男性朋友之所以会转换立场，是在于你们女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担惊受怕、歇斯底里？我们谈的是伴侣，不是女生该不该看男生的手机。没有任何一种情况，男女你们都会觉得说，你为什么那么没有安全感？你为什么那么脆弱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那么没有责任感？你为什么不把暧昧短信删干净了让我看？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跟别人去搞暧昧。你甚至也可以出轨。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是做到不让人发现。所以，当你那么简单粗暴的不让我看你手机的时候，当你在我看你手机反过来指责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坦白讲，我会蔑视的不是你的道德，是你的智商。大家出来混，最底线，别伤害对方。让我来给你安全感。安全感什么时候变成了看手机才能给的？难道我不能每天陪一下他吗？难道我不能认真工作，让他真正的不去受其他的苦吗？安全感什么时候需要有手机的？艾丽，谢谢，请坐。来，我们让2排的人说一声，好不好？
来，笑笑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扯什么安全感不安全感的东西。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以前我们很多女生，我周围很多朋友也觉得自己长得得天独厚，然后谁都看不起，说哎我就是自信，我就不看男朋友的手机。好，我的2个大学同班同学，一男一女，女生呢是我的闺蜜，男生就真的只是我同学而已。有一天，这女生就跟我说。他们2个在一起了，然后我当时就跟这个女生说：“我说亲爱的，他是 gay。”好，还特别鄙视我，他说：“你觉得全天下男人都是 gay？” 好，历史证明我的判断真的是对的。有一天，这个男生睡着了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我这个女生朋友拿起来一看，陈老师说：“老师找他，那我还是把电话接了吧。”一接，一个非常浑厚的声音说：“老公你在哪？老公你在哪？老公你在哪？”好，当天晚上，他们2个就约在我们学校的操场见面。不知道的人呢，以为是2口子吵架，哎，听到的人才知道是小三和原配在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全班的女生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们就知道，别他妈给我们扯什么信任感呢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该看就得看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说要看？哎，你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？不是说我们，不是说我们没有自信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们要知道，哎，别人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，对吧？而且我告诉大家，今天现场女生朋友，你们真的是运气好。我告诉大家，看手机，现在谁还那么 low？ 我教你们怎么看。谁还看什么短信、电话？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他 APP。你要看那些什么，他是不是全都下一些什么团购的 APP， 你就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抠，是不是每次带你吃饭逛街都是团购。你还要看他什么？你要看他音乐的 APP， 看他听什么歌，要听的全他妈什么洗刷刷穷开心，让他滚蛋。还有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他旅行的 APP， 看他是不是骗你说他去上海出差，实际上跟别人到三亚去度蜜月了。所以现场所有的女生朋友，该看就得看，今天晚上回家就看，杀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再提醒一句啊，我们说的是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。这一方一直在说女生有权看男生的手机，就歪曲了这个题目。这个过于道德化，互相看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互相看，坚决同意，坚决同意。好，对，二排。我觉得手机里最重要的似乎不像是双方讨论的，尤其有前面的艾丽，我虽然和她站在一边，但是我并不同意她说的话。她说讨论些风流韵事，其实这些东西现在不是手机里最怕被别人看的，对，最怕被别人看到，难道不是自拍？你们想一下，有的时候你自己的自拍你都不忍心看，更别说你伴侣的自拍。伴侣看你的手机里你的自拍，你想自杀；你看你伴侣的手机里的自拍，你想眼瞎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是别看了。哇，这才是反方涨分的地方啊！魏明，我有一个魔术师朋友，他同样个人的私生活非常的混乱。那他从来不怕他的女朋友查看他的手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回家之前，就像维维姐说的，他会把证据删除干净。那在此之外，他还会让他那些漂亮的女性朋友故意发一些非常暧昧的内容，然后他义正言辞地拒绝掉。这样，当他的女朋友去看他的手机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哇，我男朋友超有责任感，超有担当。超有责任心，这还不算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女朋友也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觉得哇，我能找到这样的男人，我自己超有眼光。那我的男朋友能够在这么多的女生里面挑上我，原来我也超有眼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会导致你在一个错误的路上陷得越来越深。好，谢谢魏明。作为一个职业骗子，你请坐。我有一句话想说，王老师很简单。你说。一个好魔术师，如果能骗观众一辈子，他就是成功的。一个好男人，如果肯让他女朋友偷看手机，可是一辈子都偷看不到任何内容，哪怕他是骗了这个女人一生，也就像我跟艾丽说的，你只要肯骗一生，这都算是有责任感。哎，我觉得有必要引进双方团长。请你们以你们广博丰富的人生经历，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
这2位辩士讲话的时候都有一种悲壮的感觉，对，他们好像是用生命在辩论。对，因为他们是人中很难得的大辩。对不起，大辩论者是吧？大辩论者，大辩才。是2个人在一起久了，其实很容易乏味啊，因为所谓的尊重，所谓的信赖，最后带来的那一种距离感，渐渐的就没有办法克服了。当你从一开始就守定了这个规矩，就是你不看我的手机，我不看你的手机，你不过问我今天晚上去哪里，为什么半夜2点才回来，我也不过问你的时候，到最后就习惯成自然，大家就遵守这个文明而冷漠的规定，2个人的关系会渐渐走到一个令人感到疏离跟寂寞的状态。所以我有些朋友呢，他们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空间，虽然不尊重对方的隐私，虽然被认为缺乏信任，可是给他们2个人生活带来很紧张的感觉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那个紧张感使他们的生活在一起10年、20年之后，依然维持了情趣。而那些互相冷漠的尊重的人，隔了20年、30年之后，渐渐的步入一个互相不闻不问的状态。所以我纯粹是根据实际的经验跟大家讲，事情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，就是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，有的时候带来一种紧张的危机感，是可以让双方继续保持互相关切的那一种紧密的关系的。这个按照这个蔡团长的说法，那如果10-20年以后，连这个天天看手机也觉得没意思了，是吧？那就做点更刺激的事儿呗，做点更无聊的事儿，才能把这个无聊的关系保持下去。我来讲2个我的这个想法啊。第一呢，我相信在座99%的人都反对父母看自己手机，对吗？是吧，大家？没错。为什么反对父母看自己手机呢？说我是一个成年人，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手机？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，在外面含辛茹苦工作，把你拉扯大，他都没权利看你的手机。一个没养过你、没喂过你奶啊，只是因为你喜欢他，他觉得他有了权利，对吗？没错，没错。父母都没权利，你有什么权利？你的权利就来自于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，你有了权利，这叫什么逻辑？对吗？所以，既然大家不同意父母看，更加不同意远远没有父母像这么亲的人，就什么伴侣之类的来看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一个成年人做事情，要做有用的事情。那没用的事情做它干嘛？我就问问那些看过对伴侣手机的，看完之后你们俩的关系有什么正面的进步？你看见了东西，那肯定是负面的；你没看见，他觉得你亏欠他了，说你看我半天我没有，那你欠了我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说你做这种毫无意义的，可能对2个人的关系带来正面影响的事情，最多也就是0，对吧？啥都没有就是个0。你说一个成年人干事情叫最好情况下是个0，通常它是负的。你说你干它干嘛？你有病！这正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。一个成熟的人是一定要做有用的事情。高团长，我反驳这2句。我觉得刚才你前面说的那个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凭什么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你就有了权利？这是什么逻辑？这就是逻辑啊！就是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你就有了权利啊。然后这是第一，第二是，一个成年人应该这叫什么逻辑？我爱你，你应该感谢我。对啊，这是我赋予你的。对呀，就像你爱我，我只对你有感谢，我从来不觉得因为你爱我，我有了权利。对，你爱我，我谢谢你，我永远感谢你。我可以讲一件事吗？就是第一个呢，你刚才用了我们民族的这个孝道来绑架大家啊，这个我有一点意见，因为父母亲不是我们选择的，而伴侣是我们选择的。所以当你选择这个伴侣，那这个伴侣想要跟你达到全面的沟通的时候，你就接受这个标准，要不然你就不要这个伴侣。所以一旦接受了，这个就是我爱你，而你给了我这个权利，对这个意思啊，千万不要用爸爸妈妈不能做的伴侣就不能做来绑架所有的人。然后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成年人做事要有理智，如果这事儿没用，你做它干嘛？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标准的问题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偷看伴侣手机满足的是内心的一种原始冲动。或者要不然你就不会那么纠结，所以其实偷看这件事儿，它也许没用，但它很爽。我们正在辩题是看，
不是偷看。这已经沉醉了。爽就是有用嘛。我爽完之后呢？爽完之后更爽，一段不爽了，一段感情之中，一方爽，另一方不是理性的动物，对人的决定有大比例上面是感性做出的。那一方一直爽，一方一直不爽，你这个关系互相看啊，你怎么知道他不爽啊？互相看就互相爽，其实两个人的关系的核心就是互爽。有的时候看完之后那为什么会有不说呢？为什么不说呢？对呀，那就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，我再也不参与这个讨论了。讲清楚一点。对啊，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，你觉得哪一种更不容易被接受呢？什么我的人生经历？说起我爸爸呢，这个，你们拍什么手？这你们很了解是吗？我们不了解，你告诉我们吧。我觉得真的都挺难接受的，但更不能接受的可能是肉体出轨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精神出轨，只要你不让我知道，我还是活得挺开心的。肉体出轨也可以不让你知道。但是因为精神出轨痛苦的是你，因为是你在那边纠结，我要喜欢这个还是我要喜欢那个。但是肉体出轨，脏的是我。你懂吗？你精神出轨，你干扰不了我，但你肉体出轨了，你这啊！讨厌恶心。好，我追问一下，就如果他可以精神出轨的话，你觉得出轨对象是谁？你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？在女明星里选的话，啊？都不行，不要女明星就可以，不要女明星都不行。其实不要啦，不要这样，我不想想，你们不要逼我。这是一个逼疯人的节目啊。OK， 他刚刚把一位男士从男朋友晋升到了未婚夫。对呀，你们就给他出这样的难题。所以他之所以能够从男友晋升为未婚夫，就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出轨过。那不一定哦。或者肉体出轨你根本就不知道呢，这样给你带来的伤害你也……啊，我去死啊！脾气怎么那么大？逼死人的节目。好吧。这个双方按照自由意志及模糊的性别选择了，选择了双方现在的立场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啊，但是这题特别绕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不完全清楚。你们到底能接受的是什么？两个都不能接受，都得进猪笼。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。就坦白说，很简单，如果两个都要判刑的话，我们认为肉体出轨啊判得轻一点，精神出轨要判得重一些。死刑。我们就说，你们跟曾宝仪是不一样？反的，大家都把肉体跟精神分得太开了。对，真的肉体到一个的时候，其实精神也。懂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好好告诉我们一下吧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当你的精神特别那什么的时候，你的肉体会自动也？那么关系，我自己扶起来，我休息好了吧。还有什么叫做肉体这样子？对呀，宝仪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两种情况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精神上很这样的话，你的肉体。就这样，那叫自嗨。你是肉体上这样，精神上也这样，叫共嗨。海带呀海带，海带呀海带，海带呀海带，海带呀海带。呀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我可以换下一题吗？可以换下一题吗？好，所以你们更不能接受的是精神出轨。那毫无疑问，你们就更不能接受的是肉体出轨。来，我们全场观众，请用你们的啪啪键来做出选择。3、2、1，好吧，我们来就凝固到这儿。我真的很期待那个高晓松老师这次又用什么国家大义来做这个 ending 啊！好好讲啊，拜托！还有什么古文？树庙堂之高，则由其民；树江湖之远，则由其君。有我的责任，对吗？再给我飙高音啊！高音给我飙上去啊！来，会讲。
出师表是怎么讨论这个话题的？这个确实也能找到一些案例。好了，那个来两位团长，那个谁高风亮节的先做出选择呢？我觉得鉴于康永哥的具体情况，康永哥那边可能肉体跟精神更合一一些。你有多分开？你可以告诉我。然后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，选择都非常的多。但是康永哥这边可能就更加对这些更重视一些。是，所以我们摄影棚里面的100个人当中，目前呢比较不能接受精神出轨的是44个人，占少一点的人数。我也会站在这一边，我也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啊，所以更不能接受。那我就在你们不能接受肉体出轨，坚决不行。咱俩弄一个。国家大义，国家大义，对，记得压轴啊。我们俩，所以你们俩一波啊，对，就是全场。现在目前精神和肉体结合的最好就是我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吧。问题是你是傻叉呀。延续上一期的话题。我是精神和肉体结合的最好的领导。好，那就是正方支持的人比较少，所以从正方开始。好，正方谁先说？我，今天我第一个开头炮嘛。你这个太假了，戏太过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想问一下甜甜，就你们俩现在这笑声，到底是精神上在这样，还是肉体上在这样？肉体。首先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很痛苦，因为这是挑战我人生观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肉体和精神我都不能接受，通通进猪笼，连眼睛的出轨都不行，看一眼就插瞎你的眼啊！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选一个的话，两个非我逼的话，我选的是精神出轨的原因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很多镜头，就是欺男霸女的情况，只要一出现的时候，就会说花姑娘，你从了我吧。这个时候姑娘说，你就算占有了我的肉体，你也占有不了我的心，懂不懂？就说精神在某些方面是超过你的肉体的，明白没有？虽然我的肉体肮脏了，但是我的精神依然纯洁，这点很重要，你们没有考虑过吗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句，男人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对面是男人，我们这边是女人？因为男人通常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。这会儿我又是男人了。哦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是哦。他讲这句话是在不高兴吗？撒娇了，世界的不公。好，那么我们说男人都很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，但是突然这个问题不对了，他精神出轨了，他开始用上半身开始思考问题了。如果下半身犯错的话，叫动物性的错误。动物性的错误是什么呢？就比如说我家养了条狗，它隔壁上了隔壁的阿花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原谅的。但是如果他开始用人性开始思考，犯了人性上的错误呢，也就是我们家的狗吃我的，睡在我家，还去隔壁认贼作父，认了别人做主人，这个能够被接受吗？哦，你们没有想过来是吗？我们想过来了，我们正在想阿花是谁。隔壁家的母狗阿花。啊，果然第一个讲会压力很大啊，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感觉呢。啊，没关系，这么这样说吧，如果出轨是一场犯罪的话，我认为谋杀的这个人啊，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你才是谋杀他们感情的杀手，你已经不是正宫娘娘了，正宫娘娘是他。哇，怎么没有反应的？你们都没有感觉的？不是你们真的没有感觉吗？那个女人才是正宫娘娘，你是小三哎！哇，那位穿黄衣服的俩已经把耳朵堵起来了，受不了，崩溃了。啊！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，我不想听。所以我说，肉体的肮脏算什么？算个屁！我告诉你，精神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。就是什么叫同床异梦，你知道吗？你躺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他心里想的人是别人；他看你的脸的时候，你的脸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这不可怕吗？你们竟然还能坚守肉体出轨？肉体出轨算什么呀？不就出去这个粉红灯没去过？我不相信。哎，没有去过，真没去过。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冒充自己是暖男，暖男就是男人中的绿茶婊。我告诉你，少来这套。是不是？哎，你发现你说女人的悲惨故事没人鼓掌，你骂男人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。对，不是，这
不是女人的悲惨故事，我是要让各位的姑娘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其实就是精神出轨的可怕程度是高过这个的，高过肉体出轨的。男人我们知道有共识，都说啊，下半身思考，你要是犯了点错误，我们还是能接受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用数据说明，结婚之后很少因为肉体出轨而离婚的。但是精神出轨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这个男人已经不是你的了，他想的是我什么时候能跟你离婚才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分手才是真的。你已经是被动的角色，你而不是主动了。不是我要不要原谅他，是你还拉不拉得住人家的心啊？哎呦，太难说了，等我下一轮再说，我累死了。哎呀，这个成绩依然很好，就是委屈了阿花。来，对面还有勇气站起来的，就不妨站起来吧。好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说相较于精神出轨，我们觉得肉体出轨更难接受？精神出轨就像我们甜甜姐说的，只是他不爱你了而已吗？一个人不爱另外一个人了，真的有那么难以原谅吗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万，爱情又是发生的那么巧妙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，突然有一天他不爱你了，你就说不，你不可原谅，你精神背叛我了，合理吗？爱情这种东西来去即快，可是肉体出轨是怎么回事？他今天出去嫖了，回来之后他跟你那什么的时候，哎，突然觉得跟你做这个姿势好像没有跟他做那么开心。这个时候，你居然被他拿来跟一个性工作者进行比较，这是肉体出轨第一大不能原谅。就像男生应该都懂啊，比如说我对我们艾丽说：“艾丽，再次说，我爱你，我想要你，我觉得我假装演一下，我觉得我要跟你过一辈子，可是你满足不了我，我既不想跟你，也不想跟你，这是对男人的一种侮辱，你们知道吗？”肉体出轨，它会在你们正常发生性生活，哎呦，这种话好不好意思说呀？这是在你和你正常的那个伴侣，就是轨内的伴侣行房事的时候，因为你曾经肉体出轨过，所以你会不自觉地拿来跟他对比。这种对比就是对你的伴侣的侮辱，你知道吗？你对我活的侮辱，精神出轨就是咱俩人不合适。放弃你说的是中文吗？那个，你们没有听懂是吗？好，我就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我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因为有如今在对面嘛，我为了让你更加浅显易懂的了解这个辩题，就是你特别爱吃一道菜，这是你对他的忠诚。结果有一天你出去吃了另外一个厨师做的相同的一道菜，然后你再回家吃自己妈妈做的这道菜的时候，你会这个口味没有我那个厨师做的好，这个摆盘没有那个厨师漂亮。你在这种对比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妈妈厨艺的一种侮辱哦。所以这种出轨最不可原谅就在于把自己的伴侣当什么呀？在对比这种东西，我是做不出来。谢谢。那个花心喜欢的是艾丽啊？没有啦，我这是为了打比方。是。所以其实是谁呢？你终于表白了，终于表白了，我们在一起。好，有请下一位。你让人家幻想一下什么？弄他！你们什么黑道啊？这哪儿来的人呢？这人弄他！来，把刀给你。马薇薇。好，花溪呢，刚才重点讲了2点，第一点叫嫌我们活不好，第2点嫌我们是盘菜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活不好这个问题，我们怎么解决？好，哎，我活挺好的，实际上我活好了。怎么这么多儿化音呢？这个现场。同志们，我们镇定一下，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，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2点共同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把自己的伴侣工具化。什么意思？超可怕，你知道吗？无论是你的婚内伴侣，或者你的合法伴侣，亦或是你的婚外伴侣、非法伴侣，你都把他们当成什么？活好不好的工具进行比较，发现了没有？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呐。所以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不是你的肉体出了问题，是你的精神出了问题。这2个人你都没有爱过，发现了吗？所以女生也好，男生也罢，最怕的不是被拿来跟人比，而是居然你不爱我了，发现了没有？而这个爱实际上是精神层次的东西。OK， 好，第2个点，你非说肉体出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它会变脏。可是精神出轨嘛，无非就是开个小差，肉体依然好纯洁哟。好，你要做的比较是什么？
一个是肉体上的变脏脏，一个是精神上的变脏脏，因为我的心里，对不对？把它揪你的心里也混进去了怪怪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肉体洗干净更难，还是精神洗干净更难？明白吗？他无论在外面怎么鬼混，对不对？归根到底，你就当你们家添置了一样家用电器喽。回来洗一洗，凑合也能用。OK， 好，我就可是这个时候，他心头有了另外一个人。洗一洗，对，认真洗，认真洗，洗更健康。谁在污质化？等一下，你们听我说完，你们听我说完。可是他心里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是什么？是他心头的朱砂痣。是他心头的明月光。请问什么样的漂白剂能洗掉明月光，能干掉朱砂痣？你跟这样一个心头分分钟有浪漫场景的人日夜厮守，你觉得对你不是一种伤害，不是一种侮辱吗？你以为他就会像以前那样好好对你吗？人家连句话都不想跟你说。所以我们说，精神出轨更难接受。谢谢。我说一下啊。该我了吗？可以啊。OK。我还是想说3点。第一点呀，我想问我一拿到这个辩题啊，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有点晕。就是我所知道，就是所有人呢都是灵魂，我们的大脑控制肉体的。所以我在想，一个人既然肉体都出轨了，他肯定是精神控制了肉体，他才可能去出轨。有一句话说，虽然嘴上说不想要，身体还是很诚实，胡扯。其实你就想要啊，你嘴上的话完全就是扯。所以啊。男生出轨，女生会嫌男生脏，而如果说女生出轨呢，我认为作为男生的话也真的很难忍受。最难忍受的呀，就是我知道我老婆出轨了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，这真的很可怕。大家都看过一个动画片，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大家应该都看过这动画片。好残酷的童话。我每次有些时候会想想，如果我要是小头爸爸，我看着我的儿子头这么大。然后我再看邻居隔壁老王头也这么大，然后没事2个人就互相沟通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最痛苦的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最后帮隔壁老王养孩子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喜当爹是男生最可怕的事情，我们真的不能接受。最后刚讲到了离婚以及法律。在法律上，你不能正判一个人说啊，你精神出轨了啊，你在这方是弱势。只有真正的行为上发生的问题，我们才可以。如果最后判定一切人都是靠精神的话，那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有一句话结尾叫做“万恶淫为首”，但是论迹不论心，论心天下无完人。非常感谢，谢谢。你这老说这大头儿子这事，我听着很生气。开玩笑，我爸爸脑袋就不大。开玩笑，不是你为什么会把这事往自己身上装呢？我这来回来去听着，我就想我爸头挺小的。如晶，这个话题对于你来说，太勉强了吧？对啊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都会播出去。连轨道都还没上就谈出轨是有点难度的。但其实这问题，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，听了大概4位吧，讲到这里我是很奇怪，大家到底是什么年代的？就你怕你孩子出来的时候跟隔壁的孩子头一样大，然后你怀疑那是不是你的孩子？还是会这什么年代的事情啊？这还有 DNA 这样事情？如果你真的是怀疑，而且也没有人真是出轨出到你邻居的孩子跟你头一样大吧？有。所以这只是动画片的世界，好不好？还有刚才说什么嫌身体肮脏，我知道，虽然我还很干净，这完全不用担心。但是现实上有真的很多人是结了婚才开始肮脏的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大家都不是第一次，有怎么可能？大家都是他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、第7任男朋友、女朋友了，怎么你不嫌你的男朋友或他的女朋友肮脏呢？问题在哪里了呢？为什么你们在一起了，你开始嫌对方跟别人的时候会肮脏？他其实也跟过很多不一样的人呢，对不对？你只是刚好是最后一个而已。所以问题不是他给人摸了，给人了，是他答应过你，我以后我不会再其他人嘛，对不对？他答应过你了，你的精神层面上，你的灵魂知道，从此以后他的
身体只属于我的。可能你以前有肮脏过，但是以后不能肮脏。所以肮不肮脏，前提是有没有爱对方。如果你不爱他，他怎么脏都不关我的事，因为他不会来碰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精神是决定着你的肉体。如果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精神出轨的人，你跟他什么？就是一个灵魂出窍的人，就是这时候你的不是一个躯体，是一个尸体，是一个尸体。如果你是被出轨那个，你是被当成的是尸体，他可能在跟你做运动的时候，他要靠想象来助兴，是不是？我未来的你真的确定你的？他很纯洁的，很纯洁，很纯洁。我是用这几天在这里旁听的经验吸取的，所以幕后是好听很多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说没有了灵魂的爱情，即使他那个人的身体多么干净，也只是一个很干净的尸体而已，是没有用的，不值得再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投资。可是，如果这一段感情他肉体出轨，可以是一时的意外，可以是一时的意乱情迷，但是过后风浪过后，他还爱你，至少这段感情还有投资的必要。所以，如果要我硬接受有出轨的时候，我宁愿接受还有投资必要的肉体出轨，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一道尸体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没错。你改主意了吗？女生可以改啊，要改就改。现在随时可以改。我可以当墙头草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，目前还没有要改。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，但我还有别的论点可以。还有安七炫没听？安七炫，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。来吧，潇潇。真的听了如今宝贝的话，我对这傻姑娘真的产生了莫大的同情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一直在说什么精神要高于肉体，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如果我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我心里住了另外一个人，但是因为我爱你，有你的位置，我保证不跟他发生任何肉体行为。骗你的，我信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亲爱的，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睡了。但是我脑袋里想的完全都是你，我呸！刚才甜甜姐和薇薇姐一直都站在一个大女人的角度，呼吁在座的姐妹们，精神出轨比较可怕。但是我是一个男人。恭喜恭喜！不可以，说恭喜也不行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是一个射手座的男人。不管从科学还是迷信的角度上来说，我都是一个禽兽。那作为一个禽兽，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我每天干的是什么事情呢？精神出轨。我看到美好的事物，我就会产生无限的向往。在座的男生和女生朋友们，我不管你们有没有恋爱，还是有没有结婚，我想请问你们，女生，你们看韩剧吧？看。不看，你长成你梳一个韩国人的头发，你跟我说你不看。你们看韩剧，你们再看看你们旁边的男朋友或者老公，他们有都教授那大刘海吗？他们有李敏镐那大长腿吗？你偶尔意淫一下，精神出个轨，开个小差，怎么了？在座的男生朋友们，你们看嘛，我不信你们看着的时候，脑袋里还想着你们的老婆，那你记得起来吗？所以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可怕的事实，就是当我们像对面一样对我们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我们的肉体坚决不能出轨。但是没办法呀，这个命题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那我们的道德感作祟，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精神出轨。而且最后我再回答薇薇姐刚才一个问题，什么朱砂痣啊、明月光，我告诉你，肉体出轨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什么？你很有可能你肉体出轨完了，你带回来一些脏东西；还有一种可能，你出去传播了一些所谓爱的结晶。你说我出轨伤了你的心，但是你肉体出轨有可能要了我的命。谢谢。
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康永老师一直在叼着他的魔法棒，想把它吃进去。正在玩吞宝剑的游戏。议长，我想请问一个事情，就是只是纯粹好奇，倒不是要跟你讨论啊，就是你刚刚讲到说，大家对于都教授啦，对于李敏镐就是一个精神上出轨一下，调剂一下生活嘛。可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女生其实无法够得到都教授跟李敏镐？万一够得到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肉体也顺便出轨吗？所以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。对啊，思达就姑且相信你是公正的局外人好了。他不公正，他选择了我。如果你够得到都教授或者李敏镐的话，除了在精神上意淫他们之外，不会顺便肉体上也来一下吗？难道这一题？他最近在迷彭于晏。我最近已经在风口浪尖了，不要让我从一个绿茶婊变成一个纯婊。彭于晏你怎么样？突然等到一口口水。刚刚那题真的蛮难的，是你说看都教授的时候，或者说你看翻滚吧阿信的时候，你心里没有那么一点点。可是那彭于晏我是碰得到的哦。你碰过彭于晏？没有，我是说他可能坐我旁边，我访问他，我是碰得到他的。你访问他的时候，你手就这样搭着吗？你好，康永哥我也碰你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但是你会不会碰一下我？这我要想一下，我也是会挑的，好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可以吗？连锁反应。对，彭于晏这题很难。不是，没有很难啊，不是很难，只是想跟彭于晏睡觉啊，我没有想跟他谈恋爱啊。你不会真的做这件事啊？如果他真的要跟我睡觉，可以啊。我不要。不是谈恋爱不行，太远了，没有机会的嘛。因为我要说的是，肉体出轨的风险非常大。我觉得，当你精神出轨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悬崖勒马。就我想的是，如果我男友精神出轨了，他并没有肉体出轨，可能他心里还有着我，想说，我还是不要冒这个最后的险好了。议长他在聊男友。但他如果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讲到她男友，真是。但他如果都把我丢到一边了，牵着一个手的就奔某个地方去了。那我觉得那一刻他心里是完全没有我的。那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肉体出轨又更危险了。这样还会带他去家族旅行吗？好，谈别的话题。微微，实际上无论是就是宝仪，亦或是对方的几位啊，你们这几位肉身派主要的担心，不，这让我说下去，先不要急着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这种比较注重肉身派的，它的风险是很实际的，这是我承认的。会有健康风险，对不对？会有现实社会的舆论压力风险，被人发现的风险，这些我通通都认。但是由于它的风险如此的实际，其实诚如今和甜甜刚才所讲的，所以它可以用非常现实的手段去加以防范。什么意思？真爱要带吗？这是一个充满了保险的社会。好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，你们刚才很混淆了一个概念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意淫和精神出轨之间的差距。什么意思？肉体出轨一定是双向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伴侣出了轨，他婚外的那个，无论是男是女，跟他肯定是两厢情愿的，才叫肉体出轨。他单方面的叫强奸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那么精神出轨，同理可证，也一定是双向的，对不对？我跟彭于晏，好歹我愿意喜欢他，他也得愿意喜欢我，不然叫单恋嘛，对不对？我个人看韩星，自己在那看着流口水，看到都教授飙鼻血，那叫意淫嘛。这时候我强行跟报纸说，不好意思，最近我跟都教授精神出轨，会挨揍的好吗？所以你们不要混淆说两个人在一起，我有没有权利意淫？有，你有权利意淫整个地球，所有物种，宇宙属于你，好吗？但是这不等于精神出轨。非常好。错，刚才微微姐说错了一句话，那就是精神出轨它可怕的地方在哪儿？它可怕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他精神出轨了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精神出轨了。很有可能我躺在你的旁边，但是你不知道我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人，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对，好可怕。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精神出轨，这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事实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，马姐，你老公跟别的女人上床了，这件事对你的打击性比较大，还是我告诉你，马姐，
我觉得你老公精神出轨了。不，还有，我刚才马薇包括范甜甜一直在告诉广大的女性，我们要以精神为上，肉体的事情能防吗？安全吗？真爱无敌吗？但是我要告诉在座所有的女生朋友，如果他精神出轨了，不管他用哪一种出轨方式，哪怕他是意淫，你可以正确的加以引导，反正他肉体不离开你，这就是我们的命题的假设性嘛。那如果他肉体出轨了，直接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个我加一下。好，双方各一次发言机会了，好吗？你们这边谁说？我说。卢晶说。对对对。其实东西道理是很简单，你们用了很多很复杂的方法来讲。你其实就无非是告诉我，精神出轨过后没有什么很实际的伤害，因为精神是抽象的。即使别人说你的老公精神出轨，你也感觉不到伤害，这是你错了。因为精神出轨其实是会带来家庭冷暴力的。当你的老公或是你的伴侣精神出轨过后，就是他把所有的精神跟想象已经投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。你跟他讲什么，他都不会打你，也不会特别关心你。这种伤害也是对你本身的精神伤害，也是对你感情跟家庭伴侣生活的一种伤害。所以第一，它是有实际伤害的。第二，你们一直告诉我们肉体出轨其实就是很严重了，就又有病啊，这个那一个的。其实各位，其实出轨两样东西，就好像你们很喜欢讲，就是吃一道菜。我告诉你们，男人可能小小真是不够男人。叶如姐，是攻击，你都要这么对我，很明显是不是？男人是什么？吃过了就可以回家了，没有吃过的话就会有无限的想象。我很喜欢吃一道菜，比如我很喜欢吃面包。如果我吃过过后我满足了，我也知道味道了，这样我就可以了。可是如果那个面包是我一直想象，大家都说很好吃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话，那你在外面吃饱了就回家不吃家里的面包，那家里面包不就馊了吗？家里的面包还要吃的，可是外面的我也没有吃的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所以那就是不断的想象这外面的面包多好吃，永远都不会停的。直到你吃到为止。是不是？我自己回答吧，是。所以精神出轨其实要断尾，比肉体出轨要断尾来的更难。是断尾。你知道，断尾。可是你自己刚才说了半天，我怎么觉得你在证明的是那方的观点？因为你自己说了半天，精神出轨，总有一天他要肉体出轨。对啊，所以可见肉体出轨更难忍受啊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肉体出轨更要命。出轨的人容易回家，他不会精神出轨。可是精神出轨的人最终会走向肉体出轨的道路，是双重出轨，更不能接受。没有最终。我简单的说一下，最后你们的一次发言啊。好，薇薇姐把我们定义成为肉身派，好，我把你定义成为精神派。刚才谈风险，给你谈风险。我们神经派。精神派的风险是什么？他们说只要真爱至上，肉体可以带到，没错。可是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外而内，肉体的堕落恰恰是灵魂走向滑坡的第一步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制度与法治都是先限定你的行为，再去管你的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。你们以精神至上，也许然后你们就可以忽略手段的正当性以及手段可能会带来的危害，实际上是不合理的。好了，为了给艾丽多留一点时间，我就说这么多。我就说三个名字，一个是一本书叫《1984》，一个是一部电影呢叫做《少数派报告》，最后呢就是一个名字叫林徽因。就这三个，我只想说，当我们只靠精神去评判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社会会很危险，这个家庭会很恐怖，这个爱情的话继续不下去。那我也要说一句话，那我也要说一句话，当你的精神出轨有了动机之后，忠贞这两个字就是男人的贞操带，破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，记住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票数啊，正方54，目前是正方领先，因为好像获得了10票左右。两位，我觉得这一方，当然3位姑娘啊，有的是特别纯洁，有的活儿特别好，基本上可以代表了这个各个层面的女性的发言。但是我觉得她们，不管是身经百战呢，还是还没上战场的，都共同有一个幻想，就是好像有一种完全离开了精神的肉体的行为。这个你们不太了解男人，男人没有精神都起来。
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你拿块五花肉来就可以的。这个，对，所以实际上，我不同意薇薇说的，一定要有一个对方才叫精神出轨。那对方是有另一条轨道，出轨是离开了这个轨道。至于他有没有另一条轨道上去，那是第二步的事情。那首先，一个人特别爱你的时候，他不会去嫖娼的，他不会去干那些事情的，啊，所以没有单纯的拿下半身思考的，都是女性对男性的不了解。啊，或者男性可能是精神出轨比较容易，比较多。请教一下，他说了好大的秘密。请教一下，就是那男生出去进行性交易的时候，不就是纯粹的肉体出轨吗？那如果他是一个有妻子的人，他要想走到那一步的时候，他是需要先精神能想通才能干这个事。可是去嫖的时候，你并不会对于那个性工作者有爱情上面没有啊，当然没有啊。我说的是从这儿出轨，没有说去那条轨道，对吗？那自己解决算出轨吗？也算下轨道了。对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什么，就是下了这个轨道的界限在哪？你这个问题很好，我们不要用按钮，我们就用举手就好，好吧？肉体出轨。让我问一下在场的100个人，就是这题不涉及你们个人的道德判断，我们只是好奇你们的定义而已。自己解决，你认为算出轨的举手，好吧？自己解决算出轨吗？啊，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出轨，因为你们这艾丽觉得是，不，自己解决也是出轨啊，就人生好艰难啊，艾丽，他装大尾巴狼。我们说的肉体出轨就是和别人性交，这就叫肉体出轨。当然不一定那个人爱你，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茨威格作家，那你现在定义是一封陌生女人来信。并没有那个男的多爱她，但是她一生对这个男人的爱，那简直就不叫。对，即使是单方的也成立。对呀，他爱，单方的。对啊，你简直是个情圣啊！就是不是我没有说我要爱上谁，我出了这个轨，对吗？这是我说的。我们两边定义不同。对，这是我说的第一点。我说的第二点是，人生总要有一个判断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尺子吧？是。你有这个尺子，你才能说你今天这个不行，对吗？你今天这个我可以容忍。你如果没有这条尺子，说这精神出轨，你说今天我容忍你了，对你的配偶还生气了，说你容忍我什么呀？对吧？两个人婚姻生活最开始的时候的承诺就是说，我承诺我不跟别人睡觉，对吧？我承诺不碰别人的肉体，这是我要做到，而且我能做到，而且我做不到，你就有权利惩罚我的，对吧？如果男人被逮着肉体出轨，男人下跪都很正常，因为他觉得我真的错了。当你逮男人精神出轨的时候，男人没准给你一大嘴巴，对吧？你有病，咱俩生活的好，你有病，你追我这事儿干嘛呀？对吗？所以，如果两个人想好好生活，有尺度，能抓到，能惩罚的事情，当然是重要的。当然越过这条是不行的，是不能容忍的。剩下那些事情，你要想去追那个事情，那你这一生，那你就别和一个人一起生活。你只要和一个人一起生活。他不管是一封陌生女人来信也好，还是他会爱上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好，这些事情太正常，但是他能克制，他克制的结果就是他不去肉体出轨，对吗？就是那条线，就是条线，对。蔡探长，美国人结婚的时候啊，宣誓的内容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叫做我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别。实际上呢，承诺是一件事情，那是我们怀抱着对于婚姻的理想。婚姻的理想不是真实可以依赖跟实现的事情。我认为一夫一妻制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，本来就使得很多人受到了巨大的压抑。所以如果高晓松能够做到承诺了在婚姻中一夫一妻，然后始终维持忠诚，我真的会尊称你一声情圣。因为我碰到的所有在座的长辈的女性对各位美眉的教导，都会说你们结婚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这句话你们也许不想要妥协，可是是他们累积的人生经验所告诉你们的。最近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照片，就是英国女王看着她的夫婿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夫婿为了女王放弃了自己的地位，然后甘心几十年来只担任衬托女王的一个侍卫，所以这是多么甜蜜这件事情。”
然后马上就被懂英国国情的人嘲笑说：“拜托，她这个老公在外面搞出多少私生子来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他最大的私生子都比你跟英国女王生的那个小孩还要再大2岁呢。”所以英国女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维持住这个婚姻的稳定活下来的，连英国皇家，连全世界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尚且如此，她难道无法找100个侍卫来围住她丈夫说看守她，不准她出去跟任何人乱搞？她做得到，她不会这样做。她知道人性需要出口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，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什么事情？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，你既然在意对方出轨，你在意的是什么？是希望他还会再回到这个轨道上来。如果你已经不在乎他回不回到这个轨道来，你管他去死啊！他飞到外宇宙也不关你的事情啊。那如果你希望他回到这个轨道来，我只有一个立场：哪个事情比较好收拾，哪个事情他比较容易回得来。我的建议是，肉体出轨他比较容易回得来，我们2个可能还有未来可谈。精神出轨，叫他回来可能性甚低。所以我知道这2件事情都不令人高兴。我只是在这样讲说，如果你一定要在意的话，精神出轨它回来的可能性比肉体出轨低得多，所以精神出轨比较可怕。你变主意了吗？我没有变主意啊，因为我挺赞成高松老师说的，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就一个1夫1妻制的基础在聊这件事情的话，那我们就是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去做这件事。我们签了这个合约到底为什么？就是小文老师刚刚说的嘛。那I want others 嘛，对不对？那精神出轨，比方说演戏，我们很多演员，男女主角，他们真的在戏里面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觉得我真心爱上你了吗？当我们看得这么投入的时候，觉得说哇，他们应该就在一起了，这些勾勾手不是开玩笑的啊，在一起吧，在一起吧，在一起吧。但是如果他们分别都有家庭，守住了最后那道防线，回家了，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。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很好的戏剧，我们也看到了哦，爱曾经存在过，但是他后来就回家了。但如果哦，爱得死去活来，耶，非常，那你就过了那条线了。那你在过那条线的时候，你心里想，就我刚刚说的，你过那条线的时候，你心里其实就没有想着后面的那个人了，那你就是要往前走了嘛。所以我觉得肉体出轨需要的勇气比精神出轨还要来得更大，而且我始终说那句，他精神出轨，我不知道，痛苦的是他，跟我没关系。因为是他在做抉择，我依然爱他。议长大人，我明白。我要控诉一件事情。这一对的人啊，这一对的人始终把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绑在一起，这不符合我们今天辩论的立场。我们的辩论立场是2者择一。宝仪刚刚举的例子是错的，你只能够讲说这2个演戏的人演的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他们只上了床，而没有精神上的部分。那这个事情好不好收拾？他们就默默在剧组里面上了1次床，同了一次房间，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。这个才是我们所定义的肉体出轨比较不严重。你不能够再把精神出轨也扯进来说他们先恋爱，然后又上床，那样就不符合我们今天双方辩论的立场了。好吧，这样吧，如果照你这样辩论，我们这一方肯定输嘛，因为我们只有精神，而你们又有精神又有肉体，那当然是我们输啊。这个节目或者叫这个游戏，最好玩的地方，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在场100个人和这位第一次闯进这个游戏的女神感同身受的那个瞬间。我们的好多话题都能够在我们现场引起很多人的沉默，而不是欢呼。欢呼的那一刻，不是这个现场最有魅力的时候。最有魅力的是这个现场全部陷入沉默的时候。因为这个现场的游戏者其实是2位团长和坐在前排的选手，因为他们是参与辩论的人，他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立场上，然后去完成这个游戏。但是他们的话居然能够让在场的人信以为真，进入情境，产生思考，这才是这个节目最好玩的地方。但是我是一个严肃的主持人，请跟我一块儿从这个游戏这种深思里面跳出来，让我们回到这个游戏的现场，好吗？因为在这个现场里面，重要的不是得出结论，重要的是看看所有人的逻辑，不同之处在哪儿。我们发现，我们所有的选手
一个大的问题，爱用道德或者叫前置道德去击败对方，而两位团长永远往高处领人，永远在用人性的光芒去感召你。